道理蹭。其实昨天晚上在中国各地，包括北京、上海、成都、广州等等啊，都发生了这个反对中国政府清零政策这么一个抗议游行示威啊，人数也不在少啊。其实这个新闻我是今天一大早起床的时候看到的，有些中文老师也聊了这么一个事情啊。但是我可能和诸位这个心态不是特别一样，我没有那么乐观的面对这个事情，也没有那么愤怒啊。相对我的心境还是比较平和的，我想比较客观的去聊一下我的想法。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中年人，一个拖家带口这么一个中年人，我是怎么面对这个事情的，我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其实今天早上起来之后看到这个消息，我就在微博上去搜了一下。当然，大部分消息是肯定没法在微博上传播的，对不对？所以视频也看不到。但是我能看到一些评论，他们针对的其实是像成都还有广州两个地方的。很多人说这个两个地方的这些抗议的人员，他好像不是本地人，操的是外地口音，而且有一些习惯很奇怪啊。他当然影射的就是说这是有境外势力在组织这么一个事件啊。后面呢，我又到 YouTube 上去搜了一下，大多数这个媒体啊，他们就是我其实想看一下，就是比如成都还有广州两个地方，他们那些所谓口音，对不对？能不能在这个境外媒体上展现出来？因为作为我们一个中国人，是很容易听出来，就是他们口音是什么的。但是呢，就是虽然有多地爆发了这么一个抗议行动啊，在外网上呢，只能看到上海的还有北京两地的。上海的好像比较的就是剧烈吧，就是它当然只是展现了片段化的东西啊，所以甚至有些口号什么为人民服务，这个是很奇怪啊。但后面有这个，我听了一下，仔细听一下，听出来是中国共产党下台，还有习近平下台啊。这个当然就是反映的是比较暴烈。当然，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啊，年轻人有自己反映自己这个内心想法的自由，对吧？他有表达自己诉求的这个权利，对。而且整体看来，就是周边这个警察整体而言，就是站那块儿啊，表现还算比较克制。虽然后面有些好像还是可能说的言论就是太过激烈，是被抓走了，也有啊。反观还有一点就是在上海这帮人听口音好像就是上海的吧，因为也听不出就是从别的地方来的状态啊。另外一点就是像在北京那个有一个直播有30分钟的，我拉着看了一下，确实说话的就是北京的口音，对，有一个虽然是外地的，但是有几个都是北京的口音，很明显啊。而且警察的话基本就是站一排把他们挡在里头。也有人们在那有说有笑的，我觉得整体氛围还是挺轻松、挺欢乐的吧。大家可能把这个事件想象的也不是那么的严重啊。好像还有片段是有些在大学里进行演讲的，对，说是在清华大学或者北京大学，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啊。片段化的东西比较多一些。大概看了一下，我说一下我的想法，就是很多人很乐观啊，就觉得就是中国竟然真的迎来这个民主运动，对不对？对，还要得讲一个事件，就是为什么大家有这么一个冲动，或者这么有人组织去做这个事情呢？其实有2个触发点，一个肯定就是中国清零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了，对，其实它不管是对民众也罢，对政府也罢，都是巨大的负担吧，我是这样想啊。另外一个就是前几天发生这个新疆乌鲁木齐的这个火灾嘛，对不对？就在一定程度上，大家确实会觉得你是因为你这个防疫政策导致有些人没法逃生啊，所以这个愤怒之火已经点燃了嘛，对不对？但是呢，咱们再反观一下，是不是中国政府他真的这样冥顽不灵，就希望你一直把大家封控在里头，不给大家自由呢？其实也未必如此吧。而且说实话，就是我个人理解而言，就前段时间，就是我们一直期盼这个20大之后呀，就是习近平连任这个就是重大会议之后会有风向上的转变。那一开始好像等了几天，好像挺失望的，没有。
但过了几天，20条出来了，20条出来，其中有一些就是条例让大家看到了希望，比如说不能层层加码，对不对？要风控的话要进行精准风控，不能动不动就把整个小区封了，更不要说封城了，对，是也不能就是动不动就进行全区域的核酸，对，大家看到了希望。但是啊，这后面的事态发展看来就是不是这样演变的，就是它并没有放开，而是反倒愈演愈烈了。大家发现就是各地这个防疫政策反倒比之前更紧了，更严了，而且动不动封小区很正常。就像我们西安的话，从星期五到星期天进行全程静默啊。最吊诡的地方，最魔幻的地方是怎么样？就是这个其实是没有政府的明确发文的，就没有正式文件的，而只是口头上的，所以进行风控的，就是静默是谁在做呢？小区它有没有这个权利去做这个事情呢？这是值得让人怀疑的，对不对？质疑的地方啊。所以后来就出现了一些事件，比如在成都还有北京，有些小区的人们对，他就自发的，就是应该也是内部有组织的，就去和这个小区的物业进行沟通，然后后来直接打电话给警察叫来，就说你们没有权利把我们封控在里头，你要觉得你有权利，你把这个文件给我看。这个时候小区它确实没有文件，最后呢，竟然很多小区都解封了，这是一个让人觉得挺振奋的消息啊！很多人觉得看到了希望。但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信息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出现这个状态？是真的只是说警察怜悯大家吗？或者警察真的就是我们内心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吗？其实有没有想过，就是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默许的呢？还有连这个抗议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政府默许的呢？大家可以看到很多警察都井然有序的排队把这个抗议人群就是包在那块，但是并没有，就基本手还背在后头，所以大家并没有采取任何强制性的措施。就你们想抗议也可以，游行也可以，我们理解你们的愤怒，年轻人火气大也可以理解，你们可以宣泄一下自己的状态，对不对？除非有些说话比较过火的，整体警察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强有力的措施，所以他同时能在几个城市实现这么一个事情。你真的以为就是说民众的力量这么大吗？中国这个管制大家也不是不了解，从来就是不允许抗议的，对不对？那为什么这次能形成？为什么这次在线下有这么大的声势呢？它是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了让大家去做，去年轻人散一下自己的这个火气啊，朋友们，不要太乐观的觉得这个事情它已经变成了一项民主运动，对不对？而且我觉得大多数年轻人这个想要自由的，想要这个真正变成正常的生活这个欲望，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所有人都可以理解，我们在中国人都是可以理解。其实中国政府一开始的时候提出20条，我相信他也是想进行一个软着陆，想慢慢的放开。而且我们也看在 G20 峰会上，习近平和很多国家领导人都见面了，对不对？而且磋商的都是经济合作呀。为什么大家就想和中国合作呢？因为之前美国对中国进行封锁，对不对？想把中国进行围堵在里头。而这个时候在 G20 峰会上，中国不仅和就是美国的盟友啊，你看不仅和就一般的一些东南亚的国家，还包括美国的盟友，你像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等等都会面了。像英国好像也想会面，但是英国这个新首相好像比较稚嫩啊，就直接被取消了会面。还有加拿大之前大家也看到，习近平在这个会场下面训斥了加拿大这个总理是吗？他的头衔是什么？特鲁多是不是？然后说他的这个行为太过的天真，就是不像一个国家领导人应该有的这个状态啊。但整体而言，中国这是在实行一个策略，就是远交近攻，各个击破，和美国的盟友他们做生意进行深度的捆绑。而这个时候，假如中国政府这个经济一直这样因为风控的原因一直低迷下去的话，怎么能实现这么一个目的？而且我们看到习近平在国外的时候是不戴口罩的，这所有都是一个信号，就是说中国肯定是准备放开了，而且只是在权衡其中的利弊。因为在最早疫情开始的时候，其实
东亚，因为东亚整体这个社会和西方的这个社会不一样啊，民众这个对政府的认知也不一样，所以东亚整体社会实行的，不管是像日本、韩国，还有新加坡、像香港、台湾等等地方，也是实行比较严的这个抗疫政策、封城，甚至对不对？但后来就是因为中国本身因为经济体量比较大，觉得自己可以这么做，而且我觉得后面是有点骑虎难下了。虽然像新加坡也放开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香港是放开的比大陆早的，而且香港我觉得它一定是有一定的这个就是实验性质的。因为香港要做什么事情，肯定需要得到大陆的首肯呢。而且前一阵这个香港的最近不是前阵子，香港新的这个特首对不对，也得了新冠，对不对？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其实已经看到香港这块其实是可以实现的，只是因为中国一直这个清零政策，可能还有一些盘根错节的原因，它没法迅速的开放，而且这个时候民众因为一直以来舆论的宣传会觉得新冠特别可怕，你陡然之间放开，很多人是会特别害怕的，大家会特别担心，特别是家里的老人还有孩子等等。但是呢，另外一个层面大家也得明白，就是因为抗疫这个东西啊，它不只是对民间的经济有很大的损伤，而且同时地方政府已经没有钱了。像前一阵子20条才出现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石家庄为什么本来在封控，陡然之间放开了，连核酸都不要做，就是地方政府没有钱了，想实验一下。但后来好像就是这样瞻前顾后啊，虽然出台了20条，但是好像政府又想保护民众，又想保经济，这个时候其实就出现了这个看起来很魔幻的操作。但是呢，最近一些各种事态，就是政府我肯定觉得能看到民众这个怨气越来越重，而且我觉得怨气这个积压在一定程度上，它可能能对这个事件进行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达成了一个共识，觉得非开放不可的时候，开放带来的益处比不开放更大的时候，大家愿意承担自己的这个身体带来的后果的时候，就生病带来后果的时候，就愿意作为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时候，这个时候放开它是最佳的。所以可能中国政府他想要一个软着陆，但现在不得不进行一个硬着陆，所以他需要让民众去宣泄。所以现在民众的就怨气挺重的，有些东西他也放出来，有些民众的这个怨言也放出来了。为什么？大家可以细想这个事情，年轻人为什么让你们就上街游行了？这个其实在中国管控是非常严格的，你们要知道，不是仅仅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不是那么简单。甚至很多人说啊，这是中国政府可能要崩溃的这个前兆啊！不要太幼稚了，朋友们，没有那么简单啊！而且我相信中国政府现在它的把控能力还是很强，而且没有人，说实话，在中国这些人。我们随着中国国力增长，没有人愿意看到一个政府出现，比如说颠覆性的行为，这对谁都没有利，都没有益处。我们现在中国，特别是经历了这么疫情之后，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去引导民众怎么慢慢过渡，怎么度过难关才对，对不对？我当然在这个程度上，就是说，疫情这个事件上放开这个事件上，我是乐观的，我觉得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基本上差不多，说不来就是昨天晚上本来就是我们西安不是静默了3天嘛，第一天的时候，就是外面小卖店的老板和我说，我就买菜的时候我说，有些政府人员说只是不好意思说很多天，说3天，可能后面还有很多天。当时还有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需要出门条的日期，它是写到了30号。所以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政府可能这个静默，西安政府静默可能会维持到30号，就是今天可能还在静默。但是昨天晚上的时候，学校突然通知今天复课了。我老婆当时还和我说，是不是现在这个网课时代就要结束了？我说说不来，现在这个情势就是民众们其实慢慢已经准备好了，那政府可能也准备好了，可能开放就在眼前了。